庄员工，您看啊，这是工厂，这是纺织车间，这是空压站，这边是工人房，还有仓库，那儿是大班的住宅。等这全部兴建完成啊，将会是上海最大的纺织厂。哦，大手笔，大手笔啊！他这个占地得在150、60亩吧？好眼力啊，庄员工，整个占地是180亩，而且是由怡和洋行独资兴建完成，计划2年内出沙。他有多少沙锭啊？初期的话是4万枚左右，但是很快会提高2倍的产能。那他这个投资是100万两。那他这个年产量在？年产量5万包吧。Mr. Kvashkov готов. 哦，四哥，这么大规模的沙场，咱们可跟人斗不过。没事，老师，先了解一下情况。咱们缺这个呀。庄员工，王生兄，请。多谢。郭贤弟啊，哎，听君一席谈，真是受教受教啊！哪里哪里，庄员工有所不知啊，像这种规模的洋商建厂，在上海不止一家。这个只是英商的，美商、德商都有在建厂，而且据我所知，日商也有建厂的计划。所以，您开纱厂真的是与虎谋皮呀，郭贤弟。洋商现在的棉纱已成倾销之势啊！长此以往下去，棉纺市场将全落入他人之手，自己的企业不振兴，这何谈强国呢？庄员工，您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？那不过是李中堂他们为了洋务新政而提出来的说辞罢了。您看这些年。还有谁在提醒？一个纱厂确实不能强过100个呢。如果除了纱厂，我们还有钢厂、电厂、船厂等等等等，情况会不一样。当年我是弹劾过李鸿章的，但是洋务新政我并不反对，更何况《海国图志》上说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，我深以为然。您方才所说的洋人的优势。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，它的优势在于技术先进，但地是我们的，人是我们的，更何况我通州盛产棉花，全是我们的，凭什么让他把银子赚走啊？如果说是与虎谋皮的话，这个皮，那该谋也得谋啊！庄员工的雄心壮志。小弟着实是佩服啊，但是，做生意嘛，讲究的是实际，不是情怀。没讲情怀呀，今天来就是与郭贤弟谈实际的。办场伊始，还有什么比筹募古今更实际的呢？还望郭贤弟鼎力协助。来尝一尝咖啡。多谢多谢。您比如这咖啡，我喝过这东西，此物甚好，喝完提神醒脑。但是郭贤弟，中国茶叶自古以来远销海外。是。啊，对了，李鸿章大人起复的事情，你们听说了吧？他起复他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李大人起复之时写了一个名单，并奏请朝廷，名单当中的57人开列勿用。那又如何呢？状元公就名列其中，而且排名还不低呢。四哥，确有其事啊！确有此事啊，不然怎么开了纱厂了呢？说白了吧，本来我是冲着状元公你这金字招牌来的，但是现在季直兄，您即便是丁忧期满，能不能回京，能不能再履仕途都不好说。没了官家的庇佑，这实业办起来
难上加难呐。郭华茂，你的意思是不想入股了？郭华头，你既然已经想好了不入股了，那你何必刚才跟我们巴巴的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？还什么颐和洋行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掏银子，你才能赚银子吧？你又何必说什么开猎勿用这个做幌子呢？郭华茂先生，我们要见你。我气死郭华茂先生，我要见郭华茂先生。OK， 郭先生，郭先生，气死感谢哟！请你出来见我。好了，我要见你。问题になるぞ。郭先生在哪里？ちょっと。郭先生，你这么大胆子呀？这跑到洋行胡闹，不想活了？谢安先生，我是西村总兵卫，我要见郭华茂先生。有你这么找人的吗？郭先生不在，赶紧走。郭先生，不是，郭先生，请你出来见我。不好意思，我去看一下啊，不好意思。郭先生，我要见你。西村先生，西村，郭先生，冷静冷静。我在盯呢。别着急，咱们有事慢慢说，好吗？先冷静冷静。多说无益，我要结果。答应的我的地呢？是，现在这个地呢，可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。您放心，我答应您的地一定会给您办到。但是，目前来说可能有一点困难。那是你的问题，你已经答应了。是。四哥，听见了吗？有个日本人在嚷嚷。什么日本人？就是那个什么村，西村。嗨，孟生啊，你怎么还偷听人家谈话呀你？哎呀，郭华茂是真小人，我又何必做真君子呢？我听得真真的，说是日本人要办什么厂，郭华茂给他找块地没找着。四哥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郭华茂在咱们这儿推三阻四的，原来他要帮日本人办沙场啊！孟生啊，没事，商人逐利本也无可厚非，只要我们的沙场规划的够好，利益够厚，他郭华茂一样会到我们这儿来，不用管。哟，还是件洋玩意儿，不错啊，喜欢。以后啊，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哎呀，我就知道啊，大人您不缺这种东西，但是小弟的心意，他不得表示一下吗？你就是嘴甜。黄毛啊，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也是个八面玲珑的角色，可这件事情怎么做得上我的台面呢？哎呀，我的盛大人呐！其实吧，我原本想的是，我既不得罪日本人，我能多一条发财的路子；我又不得罪状元公，我又多一条发财的路子。可谁成想，这李中堂的突然起复，而且明言开猎勿用长剑，这一下我不就尴尬了吗？你也有进士的功名，可这朝堂之事啊，你是知之甚少啊。还望大人明示啊！坐吧，大人请。当今朝堂之上，不是今天张三弹劾李四，就是明天李四弹劾王五，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。啊，
再说皇上今天罢免这个，太后明天罢免那个，谁都不好说。所以呢，开列勿用之事，你听听就罢了。啊，还有那个张俭呢，他说不做8命9命可耻之官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开沙场了。若非大人明示，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。再说这日本人，马关条约之后得到了巨额的赔偿，小人得志，他们一定会回到本国之后修屋置地，短时间内不会将对华贸易，尤其是在华设立沙场这等小事作为举国之策。但是西村却言之凿凿，说他受了外务省的委托，而且还有什么这个财团呀、那个家族的支持，所以他才……我泱泱大国，物化天宝，自唐以来屡遭日本的觊觎，因此才在1000年之后，才有甲午一战，日本才踏足中国。至于推进在华的贸易布局，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。明白了，所以大人的意思是，日本的所谓那些投资啊、建厂的都是虚的，而状元公是铁了心的要办实业，所以投资他要比投资日本稳妥得多。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了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明白。我先入股张俭，静待时机。万一日本人那边也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之时，我再见缝插针。不过这个张俭呢，虽然有一腔热血，但也纸上谈兵。那么接下来入股之事，大人放心，细水长流，绝不可一步到位。哎，气死我了！嘿，什么事气成这样啊？大哥啊，孟生从上海回来的路上一直生气，筹股不顺利，那也不至于气成这样啊。沈大哥，这个郭华茂说话太气人了。他说原本是冲着4哥状元公的金字招牌去的，然李鸿章开列务用的57个官员中就有4哥的名字。状元公的头衔不值钱了，他入不入股，他得想想。他想什么想啊？合同都签了呀！哎，商人嘛，出尔反尔常有的事儿。你要为这么点事儿就生气，那将来厂没办起来，你不得气病了啊？真是。季直啊，这郭华茂说什么我不管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大哥，我没往心里去，说这种话的绝不止他一个人，我不以为意。你就装吧，你肯定生气啊！生气。行行行，哎，来给你们看点东西。哦。哟。这边是英国、德国、美国的洋沙，这是华商的沙。中国产的沙当中，丁属盛宣怀的华盛产的沙卖得不错，其余的也都一般。沈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说这么多种沙都卖到咱们通州地界上来了？只比这多，不比这少，而且洋沙居多。我说呢，头几个月东门的永盛钱庄愣是批出几个柜台来也卖棉纱。看来啊，在咱们通州
棉纱生意就是好做呀。这销路这么好，干脆给我这个四海当铺批点，我来代销如何呀？你这商人的脑瓜转得够快的呀！你忘了你是哪家的股东了吧？你能赚钱就行。哎，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哥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就是将来咱们通海纱厂要产的纱？孟生啊，大哥这是在问我，有没有杀出重围的决心呢？是吗，大哥？启之啊，你不是说过吗？所谓商战，就是洋商和华商之间打仗。既然要打仗，就得知己知彼。大哥说的是，但是要说容易的话，那人人皆可为之。张香帅又何必让我来领办纱厂呢？哎呀，经过大哥这么一分析，这是内有狼，外有虎啊！哎，您二位是做生意的行家，我想请问两位，他们为什么把咱们通州作为棉纱的倾销地呢？自然那是因为咱们通州啊，自古盛产棉花，而且家家户户都有纺织的传统，这生意自然就好做嘛。说的是，孟生，你刚才说对了2点，说明咱们已然站在了地利和人和之上。那么天时呢？朝廷新谕在各省设立商务局，振兴实业，这便是天时。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，这仗是可以打的。大哥，孟生，如果说你把眼光只放在通海地区，那自然是没有腾挪之处啊。如果说我们放眼全华夏呢，海阔天空。好一个海阔天空，这就是俯入商海，有胆有识啊！这不是咱们一般的商人能有的眼界呀！哪儿的话，大哥。孟生啊，把茶端过来。孟生，大哥啊，在通州做花布，商人们以您马首是瞻。咱们要真是让股东们把真金白银掏出来入股的话，还得仰仗您多年的信誉。您的担子比我重，力争不负继职左望啊！本来呀，我这心里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厂建在咱们通州。经大哥一分析，我铁了心了，就在通州建厂。厂址的事怎么样了，大哥？哦，你们去上海筹股的时候，我也看了几个地方，在唐闸陶朱坝那儿，啊，地处通阳运河和长江之间，水陆交通方便，荒地也多，适合建厂。好，太好了！沪上筹股奔走粤语，一无所获，竟有多名户董要求退股，人情凉薄如此，办厂何其难也！尚未入冬，却寒意顿生。好在通海棉产名冠天下，不信沙场之意终成一梦。回通州，遍访地方士绅贤达，同乡同里，桑梓之情，或可破此困局。就是前面了，这里就是咱们开会的地方。到了，这一前面。诸位对于办厂之事还有什么想法呀？办厂，我只会搬木材，办厂这事儿我想都不敢想。就是啊，通州办纱厂，没听说过这事儿。是，笑话。哎，各位，今天在座的不是咱们通海两地声望卓著的士绅，就是家境殷实的富户。一说到自办纱厂啊，大家心里头都有顾虑，是吧？有疑惑，这很正常啊。办纱厂这个事儿，咱们谈之前，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，
请在座的各位给我解解惑，如何？不敢，状元公客气了，有话请讲。好，我先请教诸位啊，咱们通州这些织户们，他们织布用的是什么纱？这谁不知啊？早些年全用土纱，现如今皆为洋泾土尾混缝。泾县若不用洋纱，纺出的布，本地布商已经全都不收了。好，我再请问，是洋纱贵呀，还是土纱贵呀？自然是洋纱贵。哎，那为什么织户们还非要买洋纱呢？方才不是说了，泾县若不用洋纱，纺出的布庄便会拒收啊。是，状元公，这洋纱涌入我通海，并不是一日之事。一开始，织户们都嫌贵，都不肯买，但久而久之，他们都发现这洋纱质量好，用洋纱织的布的品质优胜于粗布。有一些手巧的织户用洋纱织出的土布，甚至可以和那个细布相媲美，两相对比，织户们自然就不得不买了。好，看来今天在座的都是行家啊！哎，我想请问啊，咱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花庄的老板呢？在下是王正昌花行的老板朱福贵。哦，朱老板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请问朱老板，近10年以来，我们通州棉花的价格和销路如何？若是不考虑丰年与荒年的涨跌，那么一大包棉花的价格一直是在9两5钱上下。不过最近几年来略有下跌。至于销路嘛，通花一向畅销，除本地织户及销往山东一小部分之外，其余半数以上都是由上海的纱厂购取。好，既然在座的都是大行家，那我提最后一个问题，想必诸位能够得出答案。方才朱老板说了，咱们自己有棉花被人家买去，人家又卖给咱们洋纱，甭管这个人家是谁，上海也好，山东也罢，我请问诸位，他是不是低价购棉，高价卖纱？换句话说，银子都被人家赚走了。这确实是。诸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，我们该如何反击呀？坐困愁城是个死局。诸位，我是做木材生意的，我听懂了，我心里也明白了。庄元公这次召集大家共商办厂之事，是为我们好啊。在通海办纱丝厂是大事儿，不能单打独斗。众人拾柴火焰高啊！在咱们通州办理第一座纱厂，我们以后就可以自己制造棉纱，也可以自己销售啊，绝不让外人赚取差价。这其中的利润，咱们大伙都懂得的吧？还没请问这位尊姓大名？哎呀，通州木材商高卿。幸会幸会。请问状元公，该如何办厂啊？这就是请大家来要谈论的第2件事情。我预备采取股份制。股份制，没听说过呀？没听说过呀？什么是股份制？好，请我们家亮祖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哎，亮祖，各位叔伯，股份制在欧洲已经通行许多年了，咱们的齐昌轮船公司就是股份制。那什么是股份制？就是咱们要建厂的60万两银子，把它拆分成股，每100两银子为1股，可以招收6000股。所以无论是谁，只要您出资100两银子，就可以成为股东，就是纱厂的主人啊。那么我请问，谁能保证赚钱，而不是赔钱呢？是不是？对呀，此次办厂不仅仅是四叔一个人的意愿，
这还是张之洞张大人的口谕啊，而且有圣上的朱笔御批啊。这是好事。请问状元公，您入股多少？说来惭愧的很，我呀一无积蓄，二有外债，所以呢只好典当了一些藏书。这还是在我那个小弟开当铺的江梦生，大家都认识吧？在他的帮助之下，凑足了2000两银子，我购入20股。20，这如何能够？状元公不少了。状元公啊，让小弟好找啊！华茂贤弟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听闻状元公在通海集股，所以小弟特来助一臂之力。多谢哦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上海广丰洋行总买办郭华茂先生，也是我们纱厂未来的大股东之一啊！郭总，幸会，幸会。状元公，我们护董愿意认购你建纱厂的4000股股份，合计白银40万两，小弟特来通知。多谢。40万两，状元公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入股。我也入股。对呀。各位，今日通沪两地股东齐聚于此，共同筹办纱厂商办。另外，有通州知州赵英德大人、海门同知王斌大人监督下，我们共同签订入股合同，并会详在案。股东分通沪2股，郭华茂先生领沪股，沈敬夫先生领通股。购置纱机2万锭，视为商办。承蒙诸位信任啊，今日本官与王大人在此做个见证，在通州办纱厂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。哎呀，这为此我与状元公也是殚精竭虑，多方努力，方有所成。好了，这多余的话呢就不说了。祈祝纱厂筹办顺利，日进斗金，昌盛兴隆。好，那就有请诸位，我们签订入股合同。好，合同订立成功，希望各位今后谨守条规，不做失信于人的事情。通沪6董由此组成。季直啊，这纱厂的名字可起了？哦，有了。顺便知会大家，纱厂取名曰大生，取自《周易》“天地之大德，曰生”之意。不愧是状元公啊！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好名字，好名字！司先生，这儿已经是糖闸了啊！到了，到了。来，对，就是这儿，就是这儿。季直啊，你来看够大不够大？大，足够大，足够我们建一个大大的纱厂。嚯，嘿，太大了！喂，四哥啊，这怎么弄？申大哥，这怎么弄？一红，这怎么弄？孟生，有了地方就好弄。哎呦，可是你们看啊，这除了荒草和乱石，它什么也没有啊。要我看呐，
咱们办厂最好是去上海，那有码头堆站，机器集市，最重要的那有工人呢。咱们这儿呢，不信你们随便找个人来问问，看他知道什么叫工厂吗？我就知道什么是工厂。你别捣乱，你知道，那你也是刚现学的。那皇上，你说的对，我通州自古以来产棉产纱，为什么我通州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工厂呢？因为那叫作坊，不是工厂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，都在工厂做工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钱赚。嚯，可这得花多少精力，得使多少银子呀？花多少都值。孟生啊，开当铺无非自己人卖给自己人，左手倒右手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大大的纱厂，生产出自己的棉纱，那就供往全国、全世界，把洋纱挤得无路可走。哎，别急，这路得一步一步走，饭得一口一口吃。现在地是有了，能不能到咱们手里，人能不能来，这还得一步一步落实呢。大哥说的是，一华，还有什么地方？啊，翻过桃竹坝就是鄱阳御河了，还有那儿，走。嚯，还有啊！哎呦，大哥，这是河道，这是码头。我看了北边这一块啊，也就是这儿，是一块平整的荒地，足够我们建一个年产量非常可观的大车间。得一笔银子，往那边建一片仓库和工人的生活区。哎，这条河道可得好好治理治理啊。那当然，又得一大笔银子，还得修一条铁路。产纱之后，如果航运不够，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外部。哎呦喂，这得花多少银子呀？还修铁路，修铁路那个是朝廷的事儿，我们干嘛要掏银子呢？你拉个人随便过来问问，看他见过铁路吗？我就见过铁路。你见过火车吗？还未曾见过。哎，司先生，这火车，那这块地有没有主家啊？这唐闸最大的财主是一个姓顾的乡绅，叫顾书基。咱们看的所有的地都是他的。这咱们得租啊！哎，我想了，尽快跟他阿伯见个面，谈一谈，花点银子把地全弄过来呗。恐怕银子这事儿也不好谈吧？谈什么谈？我直接把他薅过来，让你什么薅过来呀？沈大哥，这四哥呢可是6品翰林呢，又有朝廷的手谕，跟人家好好谈谈，看能不能银子少点儿。慢慢谈着看吧。既然状元公瞧得上桃竹坝那块荒地，打起中便是了。哎呀，这顾老爷真是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！有件事要跟你们说清楚。那块荒地上有座久弃的孤坟，不知道状元公介不介意？不介意，我们一定请人好好烧炷香，恭恭敬敬把坟迁到一个清静地方，重新安葬就是了。哈哈，那就没问题了。顾老先生，我们的意思还是想把这荒地整块的买回来，是比较妥当。您看，要不然您斟酌个价。这块地39亩，就按20两一亩，那就是780两。顾老爷，您能不能再便宜点？680两怎么样？大不了700。孟生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这就很感谢顾老爷了。哎呀，常老差爷，您老一把岁数了啊，何必凑这个热闹呢？赶紧回家吧。我愧对祖宗啊！我要孝敬我的祖宗啊！这大热天的，再把你弄出个好歹来，这我要为祖宗尽孝啊！来，四哥。老爷，你看，顾兄，
怎么回事啊？我原本想给你省事儿，结果却惹来麻烦，这都怨我呀！我本想呀把地给你之前啊，将这婚封迁出去，不料冒出些不在五湖之内的孝子贤孙，趁你索要好处，我许了些银子，但他们还嫌少啊。顾兄，他们经常来这里祭祖吗？不是，这常年没人的地方。这可是本地风俗啊！不是，这就是胡闹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这帮无赖，这可是咱们的地盘，在咱们地盘上，他们敢这么闹，我这就去报官，把他们都抓起来。别，孟生，现在还不是咱们的地盘。再说了，他这是有备而来呀，他不怕见官，对吧？对，在京城里，他们有做大官的亲戚。嘿，还有做大官的亲戚，比官大是吧？我四哥的老师，那可是皇上的老师，那是堂堂的一品。他们有我四哥的老师官大吗？四哥，你跟你老师说一下，把这事解决了。别，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，就不欠人情。可是为这点事使银子，他不值当啊。值，投资办厂花银子是应该，天经地义。但是，做生意最忌的是欠人情，欠了人情还不完，而且只能多不能少，划不来。那怎么办？顾兄啊，您跟这个主事人说一下，借您贵宝地，让他们跟我谈一谈，好吧？哎呀，他们怎么都不走，非得在这边哭坟呐！孟生，你去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跟我见一面，不见这一面，万事休谈。顺便告诉他，朝廷里有做大官的亲戚没有用，我也可以往朝廷送折子。这话硬气，我去说。哎，别吹了，别吹了！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呀，季师兄，你容我再想想办法。顾兄啊，多谢您的美意。但这种事啊，在建厂之前必须解决的一劳永逸，否则建厂之后后患无穷，就别干正事了。没事，走吧。大人，您可回来了，又出麻烦了。又怎么了？又是张简惹的麻烦，大生纱厂在陶朱坝征地出问题了。哎呀，这个状元公都快成我的心病了。是，状元公让咱们帮着把这个事情解决解决。行了，进去说吧。张简相中的陶朱坝原本有几座荒坟，继续，别停。今年无人祭扫，可是，一听说顾书记要把地卖给张简办厂，立刻就有主家跳出来漫天要价。顾书记自然不肯，于是这主家就找上衙门，让咱们帮他做主。哎呀，这等刁民轰出去就是了，有什么可麻烦的呢？这个主家姓常，说是家里边有亲戚在京城里当官，官拜从二品。他既然敢这么说，十有八九是真的，要不然谁敢拿二品大员来扯谎？哎呀，那这个常姓主家咱们也惹不起呀。要不让状元公另寻长职？你以为他我就惹得起吗？他是帝师的门生，张大人、刘大人两个都帅的座上宾，我一个小五品，我拿什么跟人家掰手腕？大人，要是不让顾书记卖地呢？那张继直这笔账最后还得算到我头上，不照样惹上骚气吗？吓我一跳！大人，这荒坟的主家只是图财，
只要让他逼着顾书记把地价涨起来即可。多出来的那些，咱们和常家55分账。张俭若是不认，那买地一事也就罢了。他若是认了，咱府里不就多了一份进项，何乐不为？对，这顾书记有钱而无势，他拗不过常家。哎呀，但这事儿我不方便出面吧？大人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在下常希信拜见状元公。常兄好，请坐，请坐。谢状元公。状元公，陶朱坝的坟茔乃是在下曾祖父的堂兄常启堂之墓。不过我家伯父也再三叮嘱了，他与状元公同朝为官，一定要人情周全。所以在下也和家中族老商议，这坟我们迁。哎呦，常兄，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愿意迁这坟？愿意，愿意。嘿，这常兄一看啊，就是善解人意、通情达理呀。谬赞了，谬赞了。状元公，这迁坟的费用可否资助一二？哎，你看，说提钱就提钱。哎，莫生，常兄啊，不知您想要多少？也不多，这个数，50两，5000两。5000两，你疯了是不是啊？你要5000两，你知道5000两银子能买多大一片地呀？你信不信？我只要花5两银子雇俩人，不消1个时辰，就能把你这座破坟头给铲平喽！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！告诉你，那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常家的，家道中落才转给了顾家。我告诉你，卖地之时，我们双方立有字据，地可以卖，坟不能动。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。5000两，你看你值不值5000两银子？我是不值5000两，我们祖宗值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可白纸黑字，有约在先。字据在哪儿呢？字据在哪儿呢？等着你呢，在这儿呢。瞧瞧，字据，你快给我！告诉你个，你干嘛呢？你短了你！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四哥，你瞅瞅看，这不是敲诈吗？你看，我看，你这人怎么都走错了？你看看，我干嘛呢你？侮辱死了你！我要告啊！这成何体统？住手！莫生，走。好好的事怎么闹成了这样？就是啊，顾老爷，给您添麻烦啊。常兄孝心可嘉，我等自愧弗如啊。这样吧，这个地啊，我们不要了。四哥，不要了，这怎么行啊？莫生，我们走。哎，四哥，不是你，常希信，你等着。哎，这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，哎呦，你说这个常希信，这不是明摆着就是敲诈吗？他那样子跟泼妇一样，你要是不拦着我，我一巴掌我拍死他。四哥，你也是，这地你怎么说让就给让了呢？这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要再找着这么合适的地，恐怕是难了。回去你一份告示，抄录几十份，到热闹集市、乡间要道四处张贴。啊？什么告示啊？购地建厂告示。啊？哦。菩萨在上，弟子赵应德若有不当之处，还望明示。大人，大人。嘘，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？佛堂附近严禁大声喧哗，是不是又想挨脑瓜崩了？大人恕罪。大人，那边事儿要成了。什么事儿要成了？
常家人今天去陶朱坝的荒坟大肆祭拜，张简无计可施，我看十有八九得掏银子才能了事儿。你也别把事儿想得太好，万一常家把地价抬得太高，张简去别处相地，那不仅拿不着银子，还可能引来新的麻烦。不会，大人，当时合同签得很明白，张简必须在陶朱坝购地建厂。他要是去了别的地方，那就属于违约了。若是他违约在先，那我就进退自如了。就算他把状告到刘都县那儿，我也不怕。但是我现在怕的是啊，这银子烫手。银子还烫手？你看，我们只要拿了常家的银子，就等于把把柄给了人家。万一哪天常家反悔了，把这件事告到他那个远亲二品京官那儿，那我那顶戴还保得住啊？大人您放心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那个什么二品大员和他们家关系远的，他八竿子打不着。哎呀，这种事儿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今天香灰都烫了我手了，佛菩萨在点化我。那菩萨他老人家怎么说呀？你去跟常家人说啊，迁坟与否，全凭自愿，与我无关。大人，您可想好了，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！这还用想啊？这都烫出水泡来了！你这人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呢？二位秀才，这大伙在这排队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当然是要卖地了。卖地？状元公要办沙场，自然要择地建厂，这你不知道？我倒是听说了。说起来还要感谢陶朱坝的常家坟，不然这事也轮不到我们呢。仁兴镇的钱老爷、赵老爷，状元公有请。啊，还有于东镇的顾老爷、于西镇的肖老爷是哪位？哦，你们先用茶，马上见您啊。半天了。哎，来，哎，你干什么去？还没叫到你呢。状元公有事，不是啊，你看真有事。我这你有，状元公，你卖地你得排队呀，你怎么？哎，他不卖地，他卖坟。卖坟？哦，你就是那常公子吧？正是在下。常公子，哎，您是找我有事？是，状元公，我们家里面商量好了，还是决定迁坟。哎，常公子，你的地在陶朱坝，迁不迁坟的事儿，你跟你们顾家老爷说去。我们这儿别耽误我们时间。别，不，状元公，这个我们真不是趁机索要钱财，这事情巧了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5000两银子是多了一点儿。本来我们就想要一半的，是那个知州府他也想分一杯羹，所以我们就涨了一点儿。不是啊，这事跟他知州署有什么关系啊？知州署谁跟你说的？皇师爷啊。好，你这就领我去跟皇师爷当面对质。哎，你要是敢撒谎，猛生，打的你叫长安西猛生，你看这猛生，哎，不必动粗。常公子啊，我们这块地呀，不用了。所以说呢，您迁坟也罢，不迁坟也罢，跟顾家老爷商量便是啊。别呀，状元公，要不我们再降1000两，你看行不行？有。
张公子，来，是这样，现在这块地呢，我们已然是不用了，所以您现在提出啊，这2位股东肯定也不能答应啊。不是，这回就这样，请回，抱歉。我们为了跟您共襄盛举，我们把祖宗都献出来了，但是你这不是没对出来吗？要不再商量商量？请回。四哥，你这招欲擒故纵出效果了。不过他说的这个跟知州署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再去打听打听。他的话也不能全信，看他这样子啊，也不太像是编的呀。你说好端端的，干嘛提知州署呢？孟生啊，眼下我们要用陶朱坝这块地，当务之急是解决坟茔的事，其他的事情不费心。郭董，你们户董的古金何时到位啊？江董啊，现在诸事未定，我们户董的古金就算到了，也没什么用嘛。我们都已经定好了呀，而且厂址都已经选好了，都定好了。哦，哎，那这告示当中所说的择址令箭的事情，怎么没有人知我们户董一下啊？这不是正在和您商量吗？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呢。我看不是没有定论吧？这沙场建在你们通州，所以我们这些户董就是外人喽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既然我们在大生投了股，那不管是户董还是通董，都是一家人嘛。哦，那我就借沈董这句，通董户董俱是一家人。那么这厂子建在哪儿，我们户董也是可以说话的喽。没有人不让你说呀。是啊，你快说呀，我们又没堵你的嘴。好，那要我说，这厂子就该建在上海。为什么？首先，陶朱坝是滩涂地，对吧？地基不牢啊。哦，季直已经请了外国专家解决滩涂建厂的问题了。海情难测吧？不能说咱们盖好的仓库厂房一来潮水给淹了吧？我四哥已经派人筑堤防潮，而且我们建的厂址在高处。上海才是咱们大清第一批的对外口岸呐，商贾云集，将来谈起生意来方便得多嘛。我们通州自古就盛产棉花，有了原材料才能纺出纱，对不对？如果纺不出纱，你的生意从何而谈呢？唐闸太偏了，很少有货轮过来。这码头建成之后，我们上哪找船过来运货啊？难道我们还要买货轮不成？我们已经和上海的轮船招商局谈好了，他们运货是重船来，空船去，恰好路过我们通州水域，所以我们雇他的船比你的买船便宜多了。还有，上海的地价比通州高出3倍还多，啊，人工、原料、运费都比这里高。那咱们做生意，不降低成本，怎么能挣钱呢？总之，我就是不同意在原有的地价之上再多付那5000两银子，算谁的？就按郭董说的，我按原价拿下陶朱坝。郭总怎么说？其实不可意气用事。没事，大哥，您怎么说？赵员公，一言九鼎啊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什么时候能拿下那块地吗？3天。四哥，没事，孟生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有言在先，我拿下地契之日，您的古金到账。哟，黄师爷，哎，这么巧啊！我找你，我也正找您呢。哦，您听说了吗？张继直不打算要那块地了。咱们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人家做生意，双方买卖双方全凭自愿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来啊，王师爷，前几日您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前几日我怎么说的？哦，前几日我跟你说的呀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
至于你迁不迁坟，也全凭你自愿，与我和知州署衙无关。师爷，别，那可是5000两银子啊，你忘了？5000啊？我不知道什么5000、6000的。别，师爷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都说好了，这长秀才，什么马驴也不行，你不能认死理。我那天碰见你，正好聊几句闲话。你不能把闲话也当真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好自为之。药铺是在那边哈。哎，师爷，要不咱再商量商量？黄师爷，哎呀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商量？哎，光天化日你要干什么你啊？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哎呀，我可有功名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你要再敢动手，我把你告到倾家荡产，你信不信？秀才，怪不得前2天你故意搅闹，原来是另有隐情是吧？哎，血口喷人你！我不与你纠缠。我告诉你，哎呀，有没有王法？哎，这是你先犯着我的，你给我等着。是，两个土豆，5文。来，你来。哦。四哥！江掌柜，哎呦，别喊了，四先生不在。啊？江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快给我找口水来！哎，好，气死我了，气得我呀嗓子都冒烟了。谁气着江掌柜了？我给你出气。对，我也去出气。江大哥，你先喝口水，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说嘛，哎，那天好端端的，他常希信能提起知州署的事儿。我今天在街上碰见黄木跟常希信了，两人鬼鬼祟祟的跟着谈一些什么勾当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征地的事儿是知州署在背后捣的鬼。啊！哎呀，那我们2个人得跟江掌柜一起去知州署衙找赵英德呀。对呀，啊，咱们背后是谁呀？背后是我四哥张继直啊。对，有四先生呢，咱还用跟四先生商量商量吗？我看不用了，我等不及了，我心里堵得慌。走！你到了那儿就找黄师爷当堂对质，问清楚。我去书房扫地了。好。哎呦，我那灶上还烧着水呢，差点给忘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你们俩不是帮我吗？书房啊，全是灰，这扫不干净，怕四先生怪罪。玉红大哥，这烟囱往里倒烟，是不是该清理清理了？扫完地就去清理。等你啊！你们不敢去，我去。不是个玩意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赵英德吗？小银子真好看，2头翘翘中间凹。哟，明清花很开门呐！哎，不是你慌什么呀？五品知州大人，小明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，我能不慌吗？那个大人呐，这里边呢，赶紧！哎，我四哥呀，那可是6品。哎，请。擦亮我的小银子，小银子真好看，2头翘翘中。大人，人来了。哎呀，去，赵大人。大人。哎呀，我让你请状元公，你怎么把江掌柜给我请来了啊？江掌柜，坐吧。哎呀，大人，有些话直接说给状元公不太妥当，莫不如找江掌柜把事情问清楚，若有需要，让江掌柜转达便是。赵大人，巧了，
小的呢受我四哥的委托，也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们。哦，何事啊？兴师问罪。你这叫胡闹，本官何罪之有？那我可就说了，说，有人跟状元公说，是大人您纵容皇师爷和常希信暗通款曲，想联手敲诈我们5000两银子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赵大人，小的就随便一问，不必认真。我告诉你，绝无此事。这事儿跟我们知州署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好好想想，我跟赵大人能趟这种浑水吗？谁跟你嚼的舌根子啊？谁嚼的？告诉我，本官现在就治他一个立宪谤官之罪，再重杖20。大人，小民也是为了给大人清去无名，以正视听呢，所以才斗胆发问。这不是水落石出了吗？皆大欢喜了。我告诉你，念你是初犯，不再追究。若再有下次，定罚不赦。不敢，不敢。哎，正事还没说呢，走了。哦，对，大人请讲。你们购地已经尘埃落定了，什么时候开工建厂啊？看来赵大人对我们办厂之事记挂得紧呐。师爷，此事不必咳嗽。我是通州的父母官，通州的大事小情当然都要记在心里。正告你们啊，建厂不得滋扰百姓，扰乱乡里，否则别怪我铁面无私。小民记下了。回去把我的良苦用心转告给状元公。是。说完了还不走？那个小的刚过来七拐八绕的，小的告辞。哎呀，这个人的脑子啊，还是去擦我的小银子。顾老爷，这地的事儿你们不是都谈好了吗？他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常公子，这件事儿你该比我清楚吧？要说这个状元公啊，他就是个书呆子。做生意嘛，讲究的是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。我出5000两，他嫌贵，他可以还价啊，是不是？要不咱们这么着，顾老爷，您出面给做个居间。把我这个迁坟的买卖给促成了，您放心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常公子的孝悌之心真是难能可贵啊！哎，不如你去找找在京城做官的叔伯，由他出面，我估计状元公多少卖你些面子。哎呦，顾老爷，你地都不卖了，我找谁要银子去呀？这样吧。我个人出100两，足够你迁坟之用。100两，少了点吧，您再给加点。慢走，不送。100两，就100两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？你还要与我拒绝文书，签字画押，不得反悔。行。顾老爷，您这算何意啊？常希信搅闹，险些耽误了状元公的大事，顾某心下不安，所以想来想去，决定这地还是不卖了。啊，顾老先生，为了这块地，我们费尽了周折，常希信的事也解决了，您怎么反而不卖了呢？是啊，顾老爷，您这不是耍我们吗？哎，诸位听我解释，
状元公兴办实业，造福地方，顾某能尽些绵薄之力，也是顾某的荣幸，所以地送给你们了。嗨，哎呦，这样吧，这块地算您作价入股大生纱厂，您看如何？啊？哎呦，说来说去都又是我占便宜了。哎，话可不是这么说，顾老爷。将来大生纱厂建成，让通海两地的百姓都占上这样的便宜，这才算最大的成功。多谢状元公。通州的父老乡亲们，各位同仁，今日之中国，时势艰难已极。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，今日之要务，则为商。无商，国则不富。今天，我们在这里创办我们通州第1家纱厂，还会有第2家、第3家。除了纱厂之外，我们还要办船厂、钢厂、电厂，凡是我们需要的，都可自办。我就不信，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。对。天地之大德，曰生。因此，我们的纱厂取名大生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大生纱厂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基，张简定不负众望，务使大生扎根于通州，扬名于华夏，强国强种，自今日始。李成，开工！开工！唐闸陶朱坝奠基兴工，造价9万，时与股东合议，订立大生纱厂厂约。通产之年，历任司长，不仅为江苏之最，乃至全国之最，更是冠绝亚洲。日商多以低价收购红棉，再以高价倾销棉纱，花往纱来，日上得利，我民日贫。此颓局必须反制，不敢稍懈。纱厂之基既立，公平公正，富我国民，实业开拓，自今日始。各位大人到。通州张简参见贵大人。看座，请。谢贵大人。贵大人，本官有一事不明。哦，大人请讲。你见本官不以翰林修撰字句，却自称通州张简，官服形貌更是潦草邋遢。你这是何用意啊？哦，贵大人，我自称通州张简，是因我尚在父丧丁忧期间，
至于这鞋上的泥字嘛，实属舟车劳顿，未曾打理，多有冒犯。贵大人呐，现在是大胜沙场，通沪两地愁谷不畅，刘都县大人派我来向贵大人求助。据说张殿传投身事业，我作为江宁布政使应该鼎力支持。可我这个属衙虽然挂了商务局和布政使的这2块牌子，还是一套人马。一来呢，江宁的大事小情不胜荣繁，根本忙不过来；二来呢，虽然挂了2块牌子，也是为了商贾穿针引线，不参与经营，所以不是驳刘都县的面子，实在是本官无能为力。贵大人，张都县大人也曾写信问过办沙场一事。张祥帅执掌两湖，江宁之事不好插手吧？贵大人，是这样。当年张祥帅开办湖北纺织官局，动用了90余万两官银，从英国进了一大批的纺纱机，能年产2万数千件。不知为什么，纱厂最后没有办得起来。这批机器现在就在上海的码头上落灰。哦，还有这等事情？千真万确。我大盛纱厂现在急需这批设备，还望贵大人助张简，助大盛纱厂一臂之力。兹有通州海门恒记布庄掌柜沈进夫君，折抵布庄房产，并库存土布1000匹，合计现银2500两，转卖于上海怡乐布庄掌柜钱鹏举。本合同公平警力，双方自愿1式2份，各自留存以为凭证。请2位掌柜签字画押吧。多谢钱老板，多谢沈老板成全了啊！哎，沈掌柜啊，您等等，这还有什么可能的？各位稍安勿躁，沈掌柜，借一步说话。沈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这钱都带了。您让我请这些客商来，你只说要把棉布卖出去，没说要对布庄啊。嗨，我这些布件全卖了，对于大生需要的古金来说，那只是杯水车薪呐。你对布庄这事，4先生知道吗？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季直已经够难的了，让他知道了，等于给他心上压一块大石头啊。可这又怎么能瞒得住呢？4先生要是知道我帮您把布庄兑出去，他肯定会怪我的。沈掌柜，这事就算了，就此作罢吧，好不好？一红，现在大盛建厂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。季直已经家徒四壁，孟生也是倾囊而出，只有我这小小的布庄能够应急了。你忍心看着我们的努力功败垂成吗？可是沈掌柜，这个布庄是您安身立命的根本啊！只有把大盛建起来，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。跟大盛比起来，我这小小的布庄又算得了什么呀？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呀？不是，是，我说不过你，哎呀，都怪我没钱没本事，不能帮大盛。哎，这不能这么说。一红，你是能帮大忙的人，这边的事你别管了，赶紧去找4先生，想办法把那批纱机从上海运回来啊！快去吧。您想好了吗？我真心劝不动您了。嘿，别劝了，别劝了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去，去吧，啊！我回来。布庄的事儿，千万不要让4先生知道，啊！
去吧。张大人，请用茶点。桂大人，当年买这批机械花费甚巨，不应该这么难查吧？不论张大人上任还是刘大人上任，我这账册永远不会乱。若真像你说的西洋杀机，应该能查得到。能查出来就好，就好。查到了，查到了，大人。确有4万多斤杀鸡，以及锅炉引擎全副。不过这是张之洞大人当年用湖北纺织官局的官银订购，不属我两江之物。而且时隔多年，这些杀鸡是否能用，那也难说呀。这批机械可在上海？据账册所载，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库房。可否领我去看看？莫急。湖北纺织官局官银，这可是官机呀。其实啊，张大人当年调动了90余万两官银买了这批杀鸡，虽然他在岸上风吹日晒，大打折扣，但这也是一笔巨款呢。刘督宪可有说这批杀鸡怎样交付于你吗？机器尚未验看，刘大人并没有吩咐如何领用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你的沙场不入关谷，全由商办。你曾跟张大人和刘大人讨论过此事？不错。你现在领用官机是现银购买，还是折价入股？你总得有个章程吧？不然，万一人问起我私卖官机的罪名，我可担不起；江宁商务局担不起，布政使司更担不起呀。桂大人，现在是筹股困难，我的本意是以这批机器坚定股东的信心，将来股金备齐，可以作价购买。购买，本官以为可行，不过你要跟张大人和刘大人商量妥当，并禀奏总理衙门，方可现银购买。那不得10几道奏本，110日时间呢？我大生沙场场机已建，每日使银子流水一般，我等不及呀。季直啊，你忧心沙场工程，本官甚是理解。不过你的沙场总大不过朝廷规制吧？该办的手续一样都不能少。不过有一样你可以放心，我不会借你兴办实业之事中饱私囊。只要朝廷有了批复，急将合适多少，我就卖你多少，以正公平。大人高风亮节，简钦佩不已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本官不在乎金银，只在乎清誉呀。那张简还有个不情之情，大人可否开允啊？请讲。大人可否允许我去到码头查看机器的耗损情况啊？当然可以，由商务局开具录音，你便可以去上海验看机器。多谢。
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儿，爹，我来看看。爹，能不能不把这布庄给兑出去？你是觉得爹不应该不跟你商量是吧？兰儿是心疼爹，这可是您半辈子的心血。兰儿，爹要跟你张四叔他们做个大买卖，你信不信爹和他们一起能把通州第一个纱厂办起来啊？兰儿相信，爹能办好这布庄，肯定也能办好纱厂。去吧，去把门锁上。回家吧，爹去把钥匙给人送了啊。